在大英博物馆的33号展厅里，陈列了一件来自中国的神秘文物，它是一尊高43.7厘米的怪异木俑，在方形的底座上豁然矗立着一个吐着长长的舌头，头上顶着一对鹿角的诡异人俑。据说这件文物是在民国时期从长沙的一座楚墓中出土的，后来流落到上海的古玩商金从仪手中。1950年，大英博物馆从金从仪的夫人那里购入了这件木俑。这件来自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的文物，人俑主体和底座都是由木头雕刻而成的，但是人俑头顶上的却是一对真实的鹿角。这件木俑一般被认为是楚国墓葬中的镇墓神兽。无独有偶，1957年，荷兰信阳长台关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木俑。这件文物似乎是一个蹲伏型的虎形器，两个血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双耳挺拔伸向后方，嘴巴微微张开，满嘴尖利的牙齿清晰可见。同样是一条齐长的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几乎要下垂到了膝盖。它的前肢还抓着一条蛇，正被紧紧地咬在口中。而在木俑的头顶也有一对残存的鹿角。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两尊造型完全不同的所谓镇墓兽，为什么都有一对鹿角？它的背后又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在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县满族的乌扎拉市，曾有供奉抓罗妈妈的习俗。所谓抓罗是满语鹿的意思，而关于这个抓罗妈妈，还有一段非常古老的传说。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现在黑龙江依兰县一带的沃多里，曾经有一位叫做阿兰的女猎手。阿兰尽管非常擅长骑射，双手能拉10担的强弓，但她却从不猎杀鹿。传说她能听懂鹿的语言，并能管理鹿群。她成天与鹿生活在一起，鹿只要在她的面前，就会变得俯首贴耳。有一次，他在打猎中掉入山涧摔伤，是2只强壮的鹿把他背出了山涧，安置在铺有松软草窝的山洞里，并舔舐阿兰的伤口，最终帮助他痊愈。故而阿兰也被人们称为抓罗格格，也就是鹿姑娘。在抓罗格格悉心照顾下，沃多里的鹿群逐渐壮大起来，而这也引来了远方猎鹿的乌斯人。为了保护鹿群，阿兰和乌斯人进行了激烈的厮杀，但由于势单力薄，最终被乌斯人打败。就在乌斯人要对鹿群和沃多里百姓赶尽杀绝的存亡之际，阿兰去到长白山求助神主。在神主的帮助下，阿兰获得了无比的神力，头上还长出了一对神奇的鹿角。只要他触碰左脚，就会有万支神箭齐发；如果触碰右脚，就会有万把飞刀飞出。在神力的加持之下，阿兰毫无悬念地打败了入侵的乌斯人，拯救了沃多里的百姓和鹿群。后来人们就尊称这位英雄的猎人为抓罗妈妈。阿兰也成为了头顶一对神奇鹿角的女鹿神。13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官修的史书《元朝秘史》在开篇就说到，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汗。巴塔赤汗是成吉思汗家族始祖，也是蒙古黄金家族谱系的第1代祖先。而这个传说中的白鹿既是天神，又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神，也是一位女性的鹿神。同样，在鄂温克族的创世神话中，宇宙和生命的创造者女天神艾涅坎，她的原始形象也是一只巨大的母鹿。在鄂温克族、安文基族等通古斯语系民族的神话中，艾涅坎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掌管着大自然、森林、所有野兽的繁衍和狩猎的运气，同时也是萨满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萨满是通古斯语族对巫的专称，他们是通过特定仪式进入出神状态，从而与神灵世界，通常包括祖灵、自然灵、动物灵等进行交流的中间人。古老的赫哲族在春秋两季会举行一种重要的集体祭祀活动，被称为跳鹿神。根据上世纪30年代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的记载，跳鹿神的仪式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仪式是从萨满家中开始的，萨满会披挂神服，先于家中摆案烧香，恭请诸神降临，在鼓声和妖铃声的助兴中开始跳神。而后萨满还率领有手持领路的神鸟鸠神、萨满的辅助神和保护神艾米、萨满送魂时引路的鹰神等人偶，以及神刀和击鼓之人组成的神队，再到全村各家跳神驱邪。不同部族跳鹿神的程式和内容可能会有不同，但其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祭祀鹿神埃涅坎等诸神，为百姓消灾求福。在祭祀仪式中有一种极其重要的道具，那就是萨满的神帽，它是萨满身份等级和神力的集中体现。神帽最显眼的装饰物就是其上的鹿角。
鹿角的杈数是衡量萨满法力高低和资历深浅的直观标志，杈数越多，代表萨满的法力越强，经历神灵考验的经验越丰富。典型的比如莫若赫哲族的神帽，鹿角有3、5、7、9、12和15杈6个级别，杈数越多，表明资格越老，神术越强。赫哲族萨满刚刚开始领神时，神帽是没有鹿角的，必须经过2到3年的学习实践，才能戴上有3杈的鹿角帽。以后则根据能力逐步升级，要升到最高级，至少需要经过40-50年的努力。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的神帽也有以鹿角杈数区分等级的规定，比如鄂温克族分4个等级，鄂伦春族则是3个级别。之所以有这样复杂的区分，是因为在通古斯萨满的认知中，鹿角蕴含有非凡的神力。鄂伦春萨满在春季仪式上唱的母亲神神歌中有这样的词句：我叫厄尼泽各，顺着鹿角爬上了天宫。在鄂伦春人的信仰中，鹿角就像中原神话里的神树一样，是通天的桥梁。在鄂伦春族鹿的传说中，神鹿卧在遥远的天边，它那双多杈的鹿角一直能升到天上，人们循着鹿的巨角攀登到天上去过美好的生活。在英雄故事《喜乐特根》中，鄂伦春人传说高山上终年卧着一只巨大的鹿，2只绒角一直顶到天上，英雄喜乐特根能沿着它的绒角上天，而且天神们也以它为天梯下凡。在内蒙古桌子山苦菜沟的一处岩刻上，也能找到这些传说的实物佐证。岩刻中，一头体态强壮的鹿头上长着一对异常巨大的鹿角，众多的分叉让它看上去就像一棵大树，仿佛就是喜乐特根故事中的那头巨鹿。正是因为鹿角是通天的天梯，所以萨满神帽上的鹿角就成了祭祀仪式中萨满灵魂升天或神灵下降的通道。经常看大脸怪视频的诸君应该还记得，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那幅太医将行图中，位于正中位置的那位楚国人的至高神太医神所呈现的形象，就是头戴着一顶鹿角冠。这难道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吗？关于太医神，大脸怪曾经发布过视频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虽然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古楚人的鹿角和通古斯语族的鹿角信仰之间有必然关系，但是华夏大地之上关于鹿神的信仰其实早已有之，而且还要更加古老得多。在广阔的亚欧草原上，从东边的西伯利亚贝尔加湖，西经蒙古的杭爱山、阿尔泰山以及新疆到图瓦和南俄草原的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丘陵地带，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古代鹿石。所谓鹿石，一般指的是经过人工雕刻加工而成的一种碑状石刻，因雕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石一般分布在露天和视野广阔的地带，比如河与湖的平台地上，或是宽阔的山间谷地。有些是独立的鹿石，有些则是造型类似的鹿石群，通常是由北向南组成队列。鹿石碑体的宽面坐北朝南，而窄面则朝东，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不远处一般会有形状各异的石质墓葬，显而易见，这些鹿石应该是为了某种祭祀仪式而准备的。在典型的鹿石上描绘有这样一种奇异的图案：一只只身体被拉长，长着鸟喙状的嘴，有着向后夸张伸展的鹿角的动物，四肢弯曲作腾空状，仿佛飞翔在空中。从它们的姿态来看，似乎在奔向某种东西。而在不少鹿石的上端位置，常常雕刻有圆圈形的图案，有人认为它代表了太阳，也就是那些动物奔赴的目标。这种奇异的动物一般被认为是鸟和鹿的组合体，是一种能在天地之间传达信息的神灵。很奇妙的是，在中原的古代神话中，有一种神兽恰好与它非常相似。著名的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中说，飞廉神禽，能治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纹如豹。飞廉是华夏神话中的风神之一，他的身体像鹿，鸟头有角，有蛇一样的尾巴，身上有着豹子一样的纹路。所谓能治风气，就是他作为风神能够御风的神能。所以飞廉也是一种由鹿和鸟两种动物为主体组合而成的神兽，这是否也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呢？鹿石的年代据考证是大约公元前1200到700年，上限可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距今已经至少3000多年，下限则可溯至公元前500年左右，正好涵盖了中原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到这段时期的华夏中原，就会发现那里其实不仅野鹿众多，统治者的鹿苑也有相当规模。礼记乐令中说，冬至米角节，夏至鹿角节。鹿角之向前属阳，每年夏至前后脱角，随后再生新茸。
米角之向后，属阴，每年冬至前后脱角。在古代，冬至和夏至是极其重要的日子，麋和鹿的角分别在这2天前后脱落，自然让它们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此外，鹿角本身还有一些让先人们无法理解的地方。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说，人打从胚胎算起，一直到长大成人，要经过整整20年，骨髓才长得坚实。唯独麋鹿的角从刚长出来到完全坚硬，不到2个月就可以了。大角能重达20多斤，坚硬的像石头，算下来1昼夜就能长出好几两。要论说骨头生长的速度，就再也没有比它更快的了。就连那些最容易生长的草木也赶不上它，堪称是骨头里的最强者。这也让先人们对鹿角的神意有了初步的认知，鹿角可能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有鹿角的镇墓兽同样出现在楚国墓葬中，而鹿石则常常出现在墓葬的附近。那么假如我们结合萨满神帽上的鹿角有通天神力的传说，就可以大胆的推测，在远古时候，对于鹿的崇拜是较为普遍的存在。鹿角能够沟通人神，可能是彼时一种流传深远的认知。人们寄望在离世后能够通过鹿角这个天梯去往天界，故而将带有鹿角神兽的雕刻甚至鹿角石物放置在墓葬附近。这也许就是鹿石上有着巨大鹿角的神兽，以及楚墓中镇墓兽头上鹿角出现的原因吧。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